没人看到你吧？放心。我去，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到底能还多少？够你把整栋连地皮全部给买下来，再给房东留500块旅费，让他滚出去。下面请陈卫东代表下岗再就业标兵发言。差不多了，让他赶紧下来。下面还要念第2批下岗名单。厂里让我当标兵，谢谢厂里给我这个荣誉。我想问问在座各位，标兵有奖金没有？我闺女想吃顿肉，我兜里只剩3块2。下面公布第2批下岗名单，念到名字的，会后去财务科领买断金。赵大奎、陈卫东。哟，标兵回来了，厂里给你发多少奖金？年30来我家吃饭，今年别带东西了，反正你那点东西也拿不出手。还有，小满那件棉袄我给你姑娘收起来了，我家娟子穿不下了，好歹也是羽绒的。小满那件棉袄是我妈给她做的，穿出去不怕人笑话。知道了。李春梅，爸，老师说下周要交课本费26块。爸，你去哪儿？孙婶儿，上回赊的酱油钱我先还你2块，剩下的过几天再还。2块钱你至于特意跑一趟？算了，不急。不用谢，等我找到活干就还。听说你在表彰会上顶撞赵厂长了？卫东，你傻啊？这时候出什么头？那报纸5毛，你要买就买，别光看不买。卫东，听说厂里要收宿舍了，你们这批下岗的，厂里是不是得安排住处？没听说。你爹当年可是厂里的老模范，照顾厂里照顾他，谁照顾我？我家那口子给他找了3个活，搬砖、看仓库、扫马街，他一个都不去。他那腰伤干不了重活吧？腰伤，医院说了，轻微损伤，不影响正常劳动。他那是懒。小满，你爸昨天给你吃啥了？活该受穷。爸，王叔来了。厂里发的最后一批优惠米，我多领了一袋，给你拿过来。别推，我不是可怜你，是你爹当年对我好。谢了。你爹的？咱就是这命。明天跟我去建材市场扛水泥，1天25，干不干？干。把头那个姓孙的是这片扛活的头，他给你派活，你才有的干，懂不？新来的，胖子朋友，扛得动100斤吗？我看你这旗格够呛。能干能干，谢谢孙头。先试半天，给你算半天工资，12块5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走人。
别逞强，扛不动就放下来，你那腰受不了。那个新来的，你过来。这车货送城东工地，你跟车去，卸完货给你结今天的钱。城东那工地我知道，那边下货要爬3楼，你这腰……没事。卸完了，过来拿钱。喂，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不用，先给我结账。爸，今天还去扛水泥吗？不去，今天去邮局，寄什么？一封信。孙头那边来活了，今天卸钢筋，1天30，去不去？今天不去，有点事儿。你小子这2天神神叨叨的，昨天你嫂子问我，你是不是偷偷找着活了？别跟他说我的事儿。我懂，你自己也防着点。你家那嫂子什么德行，你还不知道？季省城，挂号。省城挂号信7毛。拿好，丢了不补。卫东，站这儿发什么呆？你嫂子刚才来找你说你欠她家100块份子钱。知道了。你昨天去老周照相馆干啥？你还有闲钱拍照？怪人。陈卫东，电话，省城打来的长途，快点，人家等着呢。喂，陈卫东先生吗？我是省邮票公司鉴定部的，姓吴。您寄来的照片我们收到了，照片上看是真品，但我们得看实物。您方便来省城一趟吗？我不方便去，你们能来吗？陈先生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这几枚邮票您打算卖吗？卖。那我可以来，明天上午到。您把邮票准备好，我坐最早的火车。爸，明天有人来吗？卫东家来客人了，坐小轿车的。找谁？请问陈卫东家住几楼？2楼最东头。没人看到你吧？放心。陈先生，我做了22年鉴定，这枚大一片红，市面上存世不超过10枚，值多少？保守估计起拍价不会低于30万。您要是信得过我，现在可以签委托书，我代表省邮票公司，不是个人。几天后钱就到账了，别跟任何人说，就说几张破纸换了2袋大米。墙根有人。卫东，开门！我看见刚才那大老板从你家出去了。那人谁呀？坐小汽车来的，找你干啥？省城邮票公司的。找你看邮票？我爸留下几枚旧邮票，人家来鉴定一下。
旧邮票，我娘家也有几本，回头让卫东帮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他爹那本我翻过，一堆花花绿色的废纸。省城来的人可能也就是走个过场，你还当真了？爸，那个叔叔还会回来吗？会。你说卫东他爸那堆旧邮票能值多少钱？省城的人专门开车过来看，总不会是闲得慌吧？谁知道呢？邮票这东西，听说有的挺值钱。我公公活着就是普通工人，能有啥值钱东西？爸，那个叔叔说30万，30万是多少？能买下咱们这个楼。那咱家能天天吃饺子吗？能，顿顿吃。爸，那妈妈会回来吗？要说值钱，他那个先进生产者奖章倒还像回事儿，至少是铜的。那你怎么不把奖章要来？我要那玩意儿干啥？又不能当饭吃。陈卫东，电报，省城来的。上回赊的酱油钱一共多少？还差7块8。不用找了，另外给我拿一袋米，好的那种。你哪来的钱？干活挣的，份子钱是份子钱，米是米，我自己来。卫东买好米了。爸，咱家是不是发财了？没发财，爸爸找了个零活，能多挣点。哟，吃上肉了？不是说没钱吗？嫂子有事儿？刚才碰见孙婶儿，说你欠了半年的酱油钱一把还清了。你不是没钱交份子钱吗？哪来的钱还酱油钱买肉吃？欠孙俪的钱应该还，份子钱我说了会给。做人要有良心，你要是发了什么财，别忘了是谁在你最难的时候帮过你。我心里记着。吃，凉了。爸，大娘是不是生气了？吃饭不说这个。不要见怪了。拍卖会昨天结束，绝版山河红最终成交价41万8千，扣除佣金和税费，实际到账38万2千。邮票已经找到好的藏家，是个香港人，很懂行，他不会埋没您父亲的收藏。谢了，陈先生，给您一句忠告：这笔钱在省城不算什么，在你们这儿是天文数字，怀璧其罪，您自己掂量。爸，那是咱家的钱吗？是，也是你爷爷留下的念想。爸，你去哪儿？去把你妈当年没带走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回来。这么晚了出去？买点东西。卫东，最近你身上有股不一样的味道，说不上来，跟以前那个陈卫东不像一个人了。我还是我。
小童皮鞋18块，要多大码的？我闺女脚长，拿32的，再拿2双厚袜子，一共22块。红皮鞋，卫东，你给谁买的？小满，这鞋10几块一双吧？你哪来的钱？孙婶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喂，春梅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家卫东刚才在百货商店给他闺女买了双红皮鞋，18块一双的，他是不是偷偷挣着什么钱了？还是工伤赔偿下来了？爸，这是给我的。穿上试试，袜子先穿厚的，别光脚套。哟，红皮鞋，新买的。嫂子有什么事儿？你大伯刚才打电话来了，说今年年30他回来，让全家人都去。你大哥让我问你，份子钱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会去的。大伯想见见你，问你下岗以后有什么打算。八成是那堆破邮票卖了点钱，回头我去翻我公公那张奖章还在不在，说不定也是值钱货。卫东，你哥上午来找过你，说你大伯后天就到，让你提前过去帮忙搬家具。我明天去。哎，你嫂子跟邻居们说你卖邮票发了笔小财，院里传的挺邪乎，说你手里至少有3、5千块。知道了。院里都在传你卖邮票挣了钱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多少？够用的。我不跟你借钱，但你要是缺人商量事儿，随时找我。我王胖子没别的本事，嘴严。要什么？电视机，黑白520，彩色的贵1倍多，你买哪个？黑的，给我装个天线。住哪儿？红星机械厂家属院。你是厂里职工？下岗的。电视机？你买电视机啦？爸，咱家有电视啦！公告里2011笔发布，新疆北部、西藏西部和南部、青海东部、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，局地有大雪。建军，你弟来了。来了，进来吧。大伯下午2点的火车，你去车站接。开我单位的车，我跟车队打过招呼了。卫东，听说你买了台电视机，黑白还是彩色的，哪来的钱？卖了点旧东西。旧东西？你爸那堆破邮票，我公公的东西，那也是咱们老陈家的东西。爸当年把集邮册给了卫东，那就是他的。爸死的时候没说怎么分，按理说应该3家分。跟我去接大伯，别跟你嫂子一般见识。他嘴碎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大伯，卫东瘦了，你大哥呢？大哥在厂里有事，让我来接你，车在外面。什么打算？还在想，想不行，得动起来。1个月400，包住，年后跟我走。大伯，谢谢你，我再想想。你爸当年就是太老实，一辈子在车间里没挪过窝。大伯，您尝尝。味道不错，卫东，你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他哪儿瘦啊？最近可没少长肉。他闺女都穿上红皮鞋了，他自己还买了电视机。一个下岗的，哪来这些钱？还不是我爸那集邮册卖了钱。
你爸那本集邮册卖了，卖了点普通的，值多少钱？几千块。哼，光电视机就500多，红皮鞋18，你卖了几千块，我看至少上万。那东西是他爸留给他的，卖了多少钱是他的事。不过你爸走的时候，家里欠的丧葬费是我垫的，270块。大伯，丧葬费的事儿，我爸走的时候跟我说了，我一直记着。270是本金，30是利息。大伯您收着，利息不要，本金我收了。一家人不说利息。给你闺女买点好吃的。38万分3笔存，一笔定期，一笔活期，一笔给妈修坟。卫东，出事了！咱们家属院的房子要卖给个人，限期3个月，交不出来，房子收回。你家这种1间半要交2800，2800，我去哪儿弄1800？你的那份儿，我帮你凑。你帮我扛过水泥，你帮我说过话，我记得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不管了，不问了。孙婶她儿子去年在房管所上班，他刚才挨家挨户传，说房改可以拖一拖，不知道好心还是别有用心，你自己判断。大伯，我想问您一件事儿，房改的事儿您知道多少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住的筒子楼要房改，要交2800。那你打算交吗？交。你手里不值几千块吧？你不想说，我不问。但你爸那本集邮册，我知道里面有什么。20年前你爸给我看过一枚，说是从北京带回来的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东西在省城能换1套房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打算在厂里待下去还是走？房改，你觉得是厂里好心让你们买自己的房子？厂子要甩包袱，房子卖给你们，以后水电维修一概不管。他们卖的不是房子，是累赘。你呢？以后打算怎么办？修自行车，扛水泥？过完年给您个答复。卫东，听说你买电视机了，发什么财了？也不跟兄弟们说一声？卖了几件旧东西。旧东西？你嫂子可说你爸集邮册卖了上万块。我家里也有几本旧邮票，你帮我看看能不能卖。你去找省邮票公司，他们有鉴定服务。找省城？你不帮我看一眼就行。我看不准。有钱了就不认人了，什么东西？卫东，有你一封信，法院的，你惹上官司了。到底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没这个。脸色这么难看，怎么了？你大伯，他不是昨天才收了你300块丧葬费吗？转头就起诉你。270丧葬费，他要的是38万。爸，你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你写完作业去孙婶那儿看会儿电视。你哥让我送来的，他说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。大伯起诉你的事儿，你哥昨天就知道了。38万。大伯说你爸那本集邮票最值钱的一枚卖了38万，是不是真的？你手里攥着38万，连你哥开汽修店差3万块钱都不借。你住筒子楼里装穷，电视机买了，红皮鞋买了，就是不帮自家人。嫂子，
你刚才说那袋面粉是给我送的，现在你是来要钱的。请进。你爸留的集邮册卖了38万。我先跟你讲法律，遗产继承第一顺序是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你妈还在不在？你爷爷奶奶呢？我妈改嫁了，爷爷奶奶早就不在了。那就简单，你大伯是第二顺序，只要第一顺序有人，他连起诉资格都没有。 1970年购于北京王府井邮局，自购，赠与无儿卫东，日后读书娶妻。你爸连你娶媳妇都想到了，这证据够用，这官司你肯定能赢。但你赢了之后呢？厂里房改要钱，大伯起诉你，嫂子上门吵，你怎么在这地方继续过下去？贩子拜托您了，其他的我自己想办法。这次不收钱。我刚才去找卫东，他那态度你没看见？38万！ 你亲弟弟手里有38万，你一分没得着，还给人送面粉。你声音小点，邻居听见。我还怕邻居听见？你爸的遗产凭什么他一个人全占？你再想想，爸当初为什么把集邮册给卫东没给你？因为爸知道，给卫东，卫东会藏起来。给你我，你第二天就拿去卖了打麻将。放你娘的屁！你嫂子去你那儿闹了？不算闹。 大伯起诉的事儿，你别记恨我。3万。什么？你不是要开汽修铺吗？你嫂子那话不用放心上，这钱我不要，我跟自己弟弟要钱，开什么店？大伯那边你需要我出庭作证，我就去。是不是卫东？你让他进来，我跟他说清楚。 2800，3个月抢钱啊！厂里这是逼咱们自己走。听说厂里把地皮卖给开发商了，赶咱们腾地方呢。陈卫东能交得起吗？他家那间破屋子2800。你那份我帮你出。你真要帮？说话算话。你要不信我，就当我没说。好，这钱算我借的，打借条，连本带利还。行。 卫东，你大伯起诉你的事儿，院里都传开了。扰恶大客人别花。是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大伯昨天给我儿子打过电话，问房改缴费的事儿，他好像在打听你那笔钱够不够你交房改款。他问这个干啥？怕你把钱花光了，他一分也得不着。你要是有钱，赶紧把房改钱交了。孙婶，谢谢。卫东，你嫂子她怎么了？她把大伯起诉你的事告诉了厂里，厂里怎么说？厂办刚打电话说有人匿名举报你，倒卖厂里老职工遗物非法获利。明天去厂办，当面说清楚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邮票是我爸自己买的，有发票，信里说的没一句真的，我怕什么？ 爸，明天去哪儿？去厂里办点事儿。听说了吗？陈卫东回来了，带着东西要找厂长。陈卫东，坐。厂里接到举报信。 反映你在下岗期间，通过出售厂里老职工陈广日遗物获取巨额利益，金额高达38万，有没有这回事？第一，邮票是我父亲陈广志1970年在邮局自购，有发票为证，不是厂里财产。第二，邮票是真品。第三，拍卖是公开的，有记录可查。举报信里说倒卖老职工遗物，没有一句是真的。行了，事情清楚了。 你私人财产的事儿，厂里不过问。我要求厂里查出写举报信的人，还我名誉。厂里会查，但你自己掂量着办。谢赵厂长提醒。就是那个卖邮票发了财的下岗工。是知道的，行，行。
卫东，过来坐。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一些。第一，别记恨你大伯，他想在你身上找面子，分钱是假，证明自己还说了一是真。第二，别记恨你嫂子，她那个人不是坏，她穷怕了。38万在咱们这儿是天文数字，她想不明白，凭什么都是一家人？她天天掰手指头过日子，你手里攥着38万不吭声。第三，你爸要是还在，一定让你把钱藏好，他不会让你分给大伯，不会让你借给嫂子。在咱们这地方，穷人突然有钱，冯叔，谢谢您，不是福气，是祸害。你爸当年修这棵树的支架，铁条是我帮他焊的。你爸说这棵比厂子还老，倒不得。爸，今天去交房钱吗？交完房钱，这间屋子就是咱家的了。那裂缝还修吗？修，以后慢慢修。3100我凑了半个月，自己攒800，剩下找我姐借的。你那3100算我借的。下一个302号王翠兰。卫东也来交钱，你那2800不愁，我借了4家才凑够。我媳妇把她妈金戒指都卖了。陈卫东，筒子楼2-12号，面积38平，应缴2850元。月底前拿收据去房管所办房产证。这是我的，这是借卫东的。这张纸够沉的，20年的积蓄换了这张纸，房子是我的了，怎么一点高兴不起来？因为你知道厂里为什么卖。厂里甩包袱，咱们还抢着接，不接怎么办？一家人住哪儿去？这树真能活。紧张？不紧张。进去吧，法官问什么答什么，不问的不多说。请求对已故陈广志遗留的集邮册及拍卖所得38万2千元进行分割。原告作为被继承亲兄弟，应分得1/3，即12万7333元。我方提交一份关键证据：陈广志亲笔书写，明确涉案邮票为1970年自购于北京王府井邮局，并写明赠与五子卫东，遗产不存在，分割请求不成立。大伯，等判决。判决下来前，别跟人争，谁问都说等判决。知道了。卫东，案子怎么样？等判决。我听人说你大伯在法庭上脸都白了，你拿出你爸亲手条子，他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。我听说你大伯昨天就去火车站了。他没回我大哥家。没回。老刘亲眼看见他拎皮箱上出租车，你大嫂追到门口喊他，他头都没回。爸，大伯公为什么告你？因为钱。有了钱就会有麻烦吗？钱不是麻烦，怎么跟钱相处才是麻烦。那是爷爷留给咱们的，不是留给他的。嫂子呢？
回娘家了，今天下午走的。今天开庭，我在旁听席。你拿出爸写的那张纸，大伯的表情我看见了。你10岁出水痘，高烧不退，爸背着你走了8里路去县医院。后来爸跟我说，卫东这孩子命薄，将来得靠自己。爸看人准，他知道我吃不了苦，知道你吃得了，所以他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你。3万，不是遗产，是弟弟给哥哥开店的本钱，赚了还本，赔了算我的。利息按银行算，3年还清。5年，别急。回去跟小满说，大伯伯家欠他一双新皮鞋。赢了，你大伯连起诉资格都没有。判决书拿好，以后谁再拿这事说事儿，直接拍给他看。啊，孙律师，上次你说不收钱，这次必须收。啊，行，那收你500，友情价，但有个条件，以后你办托儿所需要法律方面的东西，优先找我，我给你打折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办托儿所？你皮包里掉过一张简报。陈先生，说句实话，打完这场官司，我佩服的不是你的钱，是你这个人。被亲大伯告上法庭，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重话，恨不解决任何问题。我爸教我的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记不记得小时候这礼堂有多热闹？过年演样板戏，6一表演节目。你还记得我在合唱团唱歌跑调那事儿？这个礼堂空了1年多了，厂里用不着了，想卖。我问过，报价2万，没人买。你想买下来是租？不是买，想把这里改成托儿所。下岗之后，2口子都出去打工，孩子没人看。咱们院里10几个孩子，大的带小的，你跟我一起干。我会啥？我就会扛水泥、刷墙、干粗活，就缺干粗活的。孩子们能不能进来，先得有人把这地方收拾出来。你想租大礼堂改造成托儿所，原则上不反对，但几个问题：租金多少？消防谁负责？厂里不出1分钱，改造费用全你自己去。还有，租赁期限，租金每个月100，合同签3年。消防改造我自己找施工队，按县里标准做，所有费用我承担。另外，厂里下岗职工的孩子托费减半。陈卫东，你变了不少。行，这事儿我原则上同意，但租金我定不了，得上会，你等通知。谢谢赵厂长。你跟谁学的谈条件？我女儿。她9岁那年问我，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的她没有？我说因为爸爸没本事。她说不，你有本事，你只是没机会，现在机会来了。谈得怎么样？租金100一个月，签3年。赵厂长说原则上同意。那就是成了，上回是走形式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卫东，胖子跟我们说了托儿所的事儿，我们几个都是下岗的，家里有孩子。你要是需要看孩子的阿姨，我们想报个名，工资不用高，够吃饭就行。我媳妇儿以前是厂幼儿园保补员，有证。你要开托儿所，她肯定能帮上忙。托儿所办起来之后，先招5个保读员，有证的优先，家里有孩子没人看的优先，工资按县里标准，1个月120，干得好涨。明天开始，有力气的来大礼堂集合，先打扫卫生。干嘛？这么多椅子怎么办？先清舞台，孩子活动的地方不能有钉子。我以前在这里演过白毛女，18岁那年。这礼堂空了2年，厂里用不着，孩子们用得着。王胖子木工，老周水电，刘大姐带人清扫，中午管饭，馒头管够。那谁当所长？我没当过官。咱这儿谁当过官？
你牵头，你就是所长。陈所长，椅子往哪儿堆？先靠墙，别挡消防通道。这地板朽了好几块，得换。木料我去建材市场买，便宜货有的是。先修厕所和厨房，消防通道坐在舞台后面。这些加起来花3、4千，能不能回本？回不了本也没关系。这礼堂空着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孩子们在院里野跑，更不踏实。行，你是所长，你说了算，跟你干这一回。木料别买最便宜的，孩子踩的得结实。陈叔叔，托儿所啥时候开？快了。听说你在收拾大礼堂，要办托儿所？好事儿。院里那几个孩子，爹妈去广东打工，跑丢过2回，不多捐，买几张小板凳，别嫌少。孙婶儿，您留着，以后托儿所办手续，少不了麻烦您儿子。你爸要是还在，看到你现在做的事儿，肯定高兴。爸，这里以后能画画吗？能。你那个托儿所怎么样了？下个月开，缺一个会修自行车的。你让修自行车的去修小孩。托儿所外面有一排旧自行车，厂里职工留下的，没人要。我想修好，给孩子们认哪个是自己爸妈的车，爸妈来接，孩子看到车就知道来了。你修这个干嘛？小满说，没修好的车，是不是那些叔叔阿姨不会再回来了？爸以前修的自行车，咱们院里每一辆他都认得。你现在做的事儿跟爸一样，又跟爸不一样。周六来，帮我看看那旧车，不白干，管饭。行，带小满来，他大伯欠他的那双鞋，我让你嫂子买了。爸，这里是干什么的？玩具角，放积木的地方。那这里呢？图书角。那我在这里画一个太阳，早上小朋友来，第一眼就能看到太阳。嫂子，你找卫东？他自己买的。这些够不够？够不够？明天教育局说了算。咱这托儿所总得有个名字吧？你是个人办托儿所，不是单位？下岗职工，个人办。消防、场地、人员都符合要求，但你得有个名字。申请表上名称一栏还空着。这名字好，我姐小时候就在红星机械厂幼儿园，后来厂子不行，幼儿园也关了。7个工作日，到时候来拿许可证。爸，今天怎么有这个？路上看见了。左边再高一点。陈所长要求还挺多。想回事了。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？试坐一下，
明天孩子们来了，我得知道他们坐在这里能看到什么。能看到什么？能看到院子里的树，门外的路，门口停着的自行车。进去看看积木。毛巾上有你的名字，你已经叫哪儿了？我叫陈卫东，你们叫我陈叔叔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你们的第2个家，有积木，有小人书，有院子里的大滑梯，中午有饭，下午有点心。爸爸妈妈下班了就来接你们。记住啦！爸，我觉得你像校长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太阳，你画的那个太阳。卫东，你上报纸了，县里的大半版。哟，你还挺上相。什么报纸？让我看看，照片拍的真好。卫东，你笑一下就好了。我笑了，就是不明显。给你，第1期还款。汽修店今年效益不错，提前还1年。嫂子让我跟你说句话，她不好意思自己来，上次那些话她收回。苹果和鞋是她自己买的，让你别记恨她。告诉她，我从来没记恨过。一家人，一家人。爸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再看咱们以后要住的新家，现成的房子，3室的。那爷爷的台灯放哪儿？放客厅，以后每天晚上咱家的灯都亮着。种槐树干啥？长得慢。长得慢，活得久。以后这些孩子长大了，回来看看，树还在。1、2、3、4。2、2、3、4。2、2、3、4。转给县木器厂2680。托儿所填桌椅。刻碑换一块，字儿照旧，石头要结实。这回孩子不用挤旧板凳了，慢点，别磕。这是我的屋吗？这间，窗户朝南，能贴太阳吗？你想贴什么都行。爷爷的台灯放这儿。爸，这儿能看见树吗？能，以后放书桌。太阳可以画大一点，照到门口。陈叔叔，这是你的太阳。这树你天天来看，怕它跑了？新栽的，得看着。叔叔，它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慢慢长。
陈叔叔，明天还来。表扬了一批下岗再就业的先进个人。这个月能再还卫东500。进来喝口水。不了，托儿所还等着。给小满。谢嫂子。爸，这是大娘买的吗？记得说谢谢。那我明天见到她说。爸，今天还去银行？账要一笔一笔算。1、2、3、4、2、2。陈所长，今天银行别忘了桌椅尾款。记着。